比特币要涨到哪？疯狂牛市要来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入场价在$44,90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接近6万多美金哦。那昨天最高的时候呢，这张单子我们已经吃到了接近$2万的涨幅了。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开仓，一直坚定的持有到3000，接近$500，接近我们的目标价位。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利润呢，已经超过了700万的台币，相当于赚了1点多颗的以太坊，还有20几颗，接近30颗的以太坊哦，2颗多的比特币，接近30颗的以太坊。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山寨币还有我们之前追多加仓的以太坊仓位呢，现在也收益非常丰厚。我们从$2400开仓到$3400。那么 Solana 我们从73一直做到123。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收益，我们现在收益的总和呢，这里就已经$4万多了。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或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现金哦，一样可以提币。而且这2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图表。目前呢，比特币从周线上我们即将挑战我们历史的高点$69,000，也就是当我们突破6万9的时候，我们不再会有任何的阻力了，不再会有任何可见的阻力，所有的阻力都被清除了。那么比特币它就即将到达无人地带啊，任它发挥了啊，就是一片蓝天白云。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比特币在周线上啊，这根周线我认为相当的关键，它光实体部分就有20%，而且我们今天才星期4哦，我们今天美股还没有开盘，还有星期5哦，等于说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这周才会收线。所以我们这周的周线最后收线的时候啊，它很有可能是一根涨幅20多%的 K 线，这在比特币的历史上其实也不多见哦。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过去有人可能会怀疑量能啊，这个量能够不够？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吧，但其实这个量能绝对是足够了，因为呢，我们这周周线根本还没有收啊，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来看到我们下方的量能。这个是 expected volume， 也就是我们自制的指标。如果你要这个指标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社群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指标它是用过去的量能呢来推估这根周线收线的时候可以来到多少的量能。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这根 K 线呢，如果按照我们预期来估算的话呢，收线的时候它会创下我们这1年以来哦，这1年300多天以来第2量能高的 K 线哦，第2高的 K 线，量能第2高。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真突破呢？这个量能够不够呢？一定够，一定够。它在突破重要位置的时候爆量了。你可以看到，我认为我们牛市呢即将迎来最疯狂的阶段。为什么呢？甚至比之前都要来得更疯狂，比之前的涨幅都要来得更陡峭。因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周线级别的通道，上升通道，而且呢，我们是爆量突破，毫无疑问的20% K 线，完全没有任何的悬念，一根贯破啊，一根 K 线就入魂了啊，各位朋友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6万的阻力呢是空头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最后一块。虽然说我们在6万9，它有心理上的压力，毕竟它是前高，但是呢6万5，但是6万它才是我们真正技术上面可以得出的阻力。6万，那我们现在6万毫无疑问的突破了。虽然说昨天的波动比较大，但是6万它都是毫无疑问的突破了。我们有量能，我们有涨幅，然后我们速度又快，直接来突破6万。只要我们接下来的几天呢，它可以持续的维持在6万的上方，那么我们绝对可以跟大家预告，6万9是一定可以突破的，一定可以突破的。就像我们前几天的影片当中所说明的一样。好，那6万9如果突破的话，会对比特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或许大家没有认真的做过复盘，我们今天就来认认真真的带大家说明一次，6万9是我们历史的前高，它一定有压力的，因为当我们到达6万9的时候啊，肯定要有人买入才能再把价格往上推。不过这个人会想哦，我现在买，我是在比特币的最高点买啊，没有人买的价位比我还低，比我还高的呀，没有人买的价位比我还高的，那么他一定会好好思考，他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的下手去买。所以在6万9，他一定会有心理上的阻力，不过这只是心理上的，只要有一定的时间，我们一定能突破的。好，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呢即将来触碰到我们的69000，我们的 all time high， 我们的 all time high， 各位朋友们，当比特币突破前高，它即将迎来最疯狂的阶段，前面都只是酝酿啊，前面都只是开胃菜。对于接下来的主升段来说呢，前面的都只是开胃菜。各位朋友们，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我们往前推一下啊，我们要突破前高，要突破 all time high，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我们前面啊，我们在测试 all time high 的时候，我们价格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当时在测试2万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好几周啊，大概4周左右的折腾，我们最终才突破。不过我们中间没有经历太大的回调，那你可以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实是什么呢？当我们突破了前高过后，当我们突破了牛市的前高过后，我们前一轮牛市以下的区间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我们上一轮牛市是在2万嘛，那当我们突破2万之后呢，我们2万以下的位置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当我们突破69000，我认为我们69000以下的位置都再也不会回来过了。有人可能说，我之前没有买入现货，我之前没有做多，难道你要突破69000才要找低位做多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盘面，我们之前的盘面呢，其实这个它才是历久不衰的，每一轮牛市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啊，我们前高点呢是到13年的最高点，大概是在$1250左右啊，大家没听错，1250。那当我们突破了我们牛市啊上一轮牛市的前高点之后呢，我们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呢，我们连熊市呢都没有回来过。整轮牛市它就不可能再回来了，它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状况。我们再看到上一轮，这才是真正历久不衰的。我们再看到上一轮，我们上一轮的牛市呢，最高点是来到了多少美金呢？我相信大家会吓到，32美金，32美金，32美金的比特币好贵哦，好贵哦，买不起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突破了32美金之后呢，我们才迎来了最疯狂的上涨。我们底部32美金以下的位置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旦我们突破前一轮牛市的前高，一旦我们突破 all time high， 我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至少牛市是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每一轮牛市都是这样子的，各位朋友们。所以，我们即将我相信我们即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接下来的1周、2周，甚至几天后，我们就要来挑战69000，甚至我们突破69000。我相信历史还是会再发生，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好好做思考的。或许你当时觉得1万、2万、3万的比特币贵，各位朋友们，我们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6字头以下的比特币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啊！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减半前会不会暴跌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在减半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减半前的时候暴跌，曾经在要突破前高的时候暴跌，但是各位朋友们，当时用的这个伎俩，它确实庄家让非常多人抛了现货，让非常多人合约爆仓，但是同样的伎俩可以骗到同一批人2次吗？同样的伎俩可以在同一个市场，在同一个标的上面连续的这样骗2次吗？我认为非常困难。毕竟，如果你被一种骗术骗了，你下次你肯定会提高警惕的。那么，别人用这个骗术就很难骗到你。那庄家他可是控制了非常非常大的资金，他肯定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